一、二、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k， 我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剪接师导演。我是 Sonia， 我是住在台湾的台湾人。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些电视剧，台湾人可能没有听过的，然后一定要看的，对吧？或是听过，但是可能比较少人看的。然后我们要来讲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朋友可以看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啊。对啊。第一个我们要来讲是叫 Seinfeld， 它的中文是《欢乐单身派对》。然后这个是一个 sitcom， 就是一个 comedy。sitcom 对啊，这种电视剧叫 sitcom。然后这个是比较 old style， 是大概1989年开始的。1989年。所以你开始看，可能第一集你会觉得哇，这个有一点太老了，对吧？可是你越看，不要放弃。对，你越看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你要继续看。对，他真的会去发现哇，这真的非常好笑，越来越好笑。我都叫他是 Friends， 就是六人行的始祖，就是他在六人行之前，然后他们用的手法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欢乐单身派对呢，它之所以会这么好看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教育意义，就是好笑而已。对。其实他那个拍 Seinfeld 的人，然后写 Seinfeld 的那个剧本呢，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好笑的。如果不好笑，他们不想拍的。所以每一个事情就是为了好笑。对。你不用想太多了。而且这个人他本来就是这个主角，他本来就是一个那个搞笑艺人。我知道很多台湾人喜欢 Friends， 然后我也觉得 Friends 是不错的。可是有一些外国人，可能如果你住在美国或是什么的，他们会觉得 Friends 是有一点 corny， 有一点太感动的、感人的，他们就觉得没有很酷的。所以如果你跟一些外国人说你喜欢 Friends， 他们可能觉得有一点太温馨。对啊，not cool。可是 Seinfeld 是比较酷的。你跟他们说你喜欢 Seinfeld， 他们会觉得哇，这个台湾人很懂美国的文化。看起来。我还有他的那个桌游，就是大家赶快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桌游了。而且有很多集，然后每一个是大概20分钟，所以蛮适合你吃饭，你想要就是不用脑，你刚刚下班然后吃饭看那东西，最好看的就是这个。他完全不用脑。对。就算没有连着看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你可以跳着看，然后或是你就看一下，然后其实你就觉得他们就发生这件事情，然后觉得好白痴哦，然后完全没有意义，就这样。就是你平常做的事没有意义。第二个推荐就是我们可能最喜欢的超爱的那个实境节目叫 Drag Race， 所以这个就是卢保罗的变装皇后 RuPaul's Drag Race。对，这个也有很多可以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好像有14季吧。14季，对。对，那可是 Netflix 好像没有全部。有，现在可能有一些还没有，所以你要看看，可能要去别的地方。大家就从大概第5季，第5季开始看，因为前面有点太久了。对。但是第5季有很多重要的人物。不是说1到4季没有，但是第5季就是比较他们有个性鲜明的角色。所以这个是一个 competition， drag competition，drag 就是变装，对，变装比赛。所以是男生穿比较夸张的女生的衣服，然后他们会做一些 challenge， 比如说他们要自己做衣服，或是做 stand up comedy， 或是唱歌跳舞这种的，对。就是他们什么都要会，所以这是这个秀为什么会这么吸引我们，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才华。你可以学到很多就是同性恋间的用语，可以帮助你学英文哦。而且这是真的很流行的东西，他们说的就是很多 slang， 很多不一样的说法，真的很酷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真的就是跟我们不一样。对，你就学一些字，比如说that's fierce or 而且有一些 Kiki， 没错，就是他们专用的字，而且就是你可能反正你在课本上或者跟一般人聊天，你可能用
就是不会听到这些字，一定听不到，在课本绝对没有。但是你在美国文化中，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美国，你跟别人聊天，那他们可能会用到这些字啊，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影片去学。然后这部呢会好看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教育意义。这一部是有教育意义的，对，没错。它不是就是一般的比赛，然后就比完就没有了。那其实卢保罗这个人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会在那些drag queen 就是变装皇后之间，就是跟他们聊，然后打开他们的心胸。如果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过去是他们没办法面对的，那卢保罗有点像心理咨商师，对，真的就是在你潜意识中鼓励你说，你要这样做哦，你要相信你自己哦，对啊，be yourself， 对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对，看完就觉得我可以的。第三个我们要推荐的是叫 Severance， 人生切割术，这个可以在 Apple TV 找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少人会看 Apple TV 的，在 Apple TV 吗？对啊，是 Apple TV 的。然后这个很有意思，它的故事就是你去上班的时候，你的脑就会分，然后你就不会记得你在上班做什么，所以你回家的生活跟你上班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，有很多很奇怪的状况就会发生，因为会有一点像你变成两个人。对。然后你两个人生，对，然后你就是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有一点像陌生人，他们不认识对方，你不知道你在里面是怎么样，然后你在里面你就是不知道你外面的人是怎么样的，就是你连你自己有没有结婚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，是不是有小孩都不知道。你想象如果你要下班的时候，你就是进去电梯，然后你马上要回去上班。所以其实你是上班的人，你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因为他睡觉的时候是他原本的那个人，然后他睡起来进去电梯就是上班，所以上班那个人的记忆就是每天进电梯上班，进电梯上班，进电梯上班。我觉得好看是因为真的里面真的有很多很酷、很艺术的事情会发生的。这个好看也是它会让你思考。跟第一部完全不一样。第一部就是轻松不用思考，没有教育意义。然后，但是这个呢，你就会去思考说，这个在法律上合理吗？他这样做 OK 吗？然后这个事情好怪，然后你会去想这个人的逻辑，而且你要去想双边，就是上班的人跟没有上班的人他们的那种感觉。所以，如果你比较喜欢艺术一点的东西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找这个看。对。然后第四个我们要推荐的就是叫 The Bear 大熊餐厅，中文应该是这样翻，那也是在 Apple TV 吧？没有 Disney Plus Disney Plus 好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有。所以这个是关于一个餐厅，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，他是之前是在纽约的非常厉害的餐厅工作。然后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可是他的哥哥过世，然后他的哥哥是送给他的餐厅，然后是一个比较 low 一点的，比较平民的餐厅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的餐厅，就是他们做三明治，对，然后其实他做的东西也是好吃的，大家都很爱的，可是跟那些厉害法国餐厅有一点不一样的。而且一开始他们一定会有那种文化冲击，就是一个在一个高级的地方，然后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规则的地方。对，然后他们会觉得他这个人有一点烦，为什么他要给了这么多规则？他们可能觉得他是有一点自以为是的。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叫你 chef？ yes chef。其实对话蛮真实的，就是你在生活上可能就是会这样讲话。然后一方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吵，因为其实真的，因为就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当然就会在那边叫，这真的是蛮真实的，但好吵。我喜欢是因为我觉得他剪接的跟他的就是排法是蛮厉害的，他是让你会觉得有点紧张，对，因为他就是会一直要煮东西，然后真的像一个真正的厨房里面，又吵又紧张，就是你要做事要做得很快，然后他剪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样快，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紧张。拍那个时钟说好，现在几点啊？我们等一下要开始什么什么要开始了。然后对，然后声音会很大声，就对，然后说什么东西好了没？什么东西好了没？快！对 ，Too hot, too sweet all day
对，就是这样，他们一直叫一直叫。然后对啊，他们会用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 slang，也会学一些 kitchen slang，对，厨房用语，就是有一点像 Drag Race，Drag Race 是同志用语，然后这个是厨房用语，然后你再看 Severance， 你可以学上班用语，其实没有啊，就是奇怪的人用语，奇怪的人用语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看看，然后。顺便就是也可以感受一下那个芝加哥的文化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怎么说，就是 heavy 一点的，跟 Seinfeld 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对，所以要放松的话，记得选择 Seinfeld， 大力推荐。那个应该是我们最大推荐的，对，大推荐，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这个真的没什么人在看，然后像这种大熊这个 The Bear。他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听过，因为毕竟他在 Disney Plus 比较多人知道。可是我真的想再推荐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看的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的拍法跟剪接的方式，对我来说 technically 非常厉害的。对，我觉得可以。如果你是喜欢拍东西的，或是你也是一个导演或是什么的，你可以学习一些。对剪接有兴趣，对拍影片有兴趣的，就看 The Bear。对，下班没事做，想放松，想无脑耍废。Seinfeld。如果你是一个 couple， 然后你想要一个 couple show， 我觉得 Drag Race 最适合。对，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就是可以讲的一些秘密用语，就大家除非你看过，不然你绝对不会知道。对。然后你也会知道一些比较他们在那种变装皇后秀里面会很红的人。然后最后就是那个 Severance， 就是如果你喜欢看艺术一点，然后你想多一点，思考悬疑，就是可能你假日觉得我需要动个脑，你就看 Severance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想要我们来讲什么电影或是电视剧，就留言跟我们讲。对，好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见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拜拜。